下面给我讲的都是对台词，给你的话就提出完了。行，我不念叨了，这台词儿这个也是我们的专业。我有一个小感想，不知当讲不当讲。大家好，今天是李克强离世1周年的忌日，365天后想起他的去世，我依然感到特别震惊。咱们想想看啊，一个国家的2号人物刚从位置上下来不到8个月，在离休的状态突发去世了。关于李克强的死因有很多的猜测，咱们可以哪个都不信，就信官方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我坚信不疑，就是中国体制内部级以上干部的养生和医疗条件那个水平，除了无法起死回生男性生产以外，我觉得每个领导身上都会享受医学奇迹。按照朝廷的家规，68岁的李克强本来可以7上8下再干一届常委，但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老规矩都是因人而定的，对吧？在李克强去世后，全国人民都真诚地自发地展开了纪念和缅怀活动，特别是在他的家乡合肥，几乎1天之内全城的鲜花都被卖光了。在他主政过的河南省、辽宁省，也有大量的群众纷纷表示哀悼。即使在管控非常严格的北京，4环路上也有大量的市民自发鸣笛致哀。但是呢，咱们都看见了啊，对他的哀悼其实都是非常克制的、小心的，甚至是私下的。对他去世的报道也都非常的冷静和理智。今年呢更绝，全网安静如鸡，查无此人。合肥市提前下达了通知，26到28号内关闭市内所有的 LED 屏，不许聚众。一个总理没有任何错误，退休下来人就没了，而且关于他的一切成了404，成了禁忌话题。顶改呀！李克强的突然辞世让无数中国人感到特别的悲伤。为什么呢？因为李克强其实代表了广大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天花板，就是没有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靠考学，最后走到了权力的中心。而且他能够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人性、风骨、良知，不主动作恶，而且幽默随和。招聘成功了吗？快成功了，这样的官员，别说在本朝了，放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人们对李克强的怀念会延续下去，而且这个世道越那什么，咱们就会越怀念李克强。Once again， 其实大家对李克强的哀悼，也是对自己的哀悼，哀悼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世道上的那种渺小、迷茫、无力、惶恐、不安，甚至恐惧。大家都说李克强是标准的小镇做题家，他的确是啊，就是中国人传统的别人家的孩子。1955年，李克强出生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亲是正处级。他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学习一直都非常好。1977年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他是第一批考入北大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是真的靠本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分进北大的，不是那些靠操作靠体育进去的。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李克强又留校读了研。在读研期间，他和同学一起将一些西方的法律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其中就有那本特别著名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之后，李克强可以说是开始了开挂之路。他先是被共青团作为重要的后备干部来培养，让他留校当了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88年，李克强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93年，李克强担任中共共青团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跻身正部级。那年他应该才38岁，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正部级。李克强的夫人陈红是首都经贸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这夫妻俩英语都特别流利。大家还记得那张特别有名的照片吗？2016年，李克强带着夫人访问加拿大，被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邀请到家里做客。当时他们2对夫妻在草坪上谈笑风生，没有翻译。现在再看这张世界名画，这2对夫妻都散了。特鲁多夫妇属于生离，而李克强和陈红属于死别。从李克强早年的求学经历到他的伴侣选择，咱们可以看出他本质上是一位学者，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官或者是做生意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道德感太强。道德感和良心绝对是从政的大忌，因为从政的最基本技能就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权斗。古今中外，政治人物的好人概率绝对比流氓、黑帮、妓女里面要低。说白了，好人是当不了官的，越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下场就越悲惨。1998年，李克强第一次被调任去地方任职，空降成了河南省省长。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像五月散人诟病李克强主政河南时期放任艾滋病泛滥，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河南因为大量不规范的卖血引发的艾滋病泛滥的情况，其实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
当时主政河南的是李长春，这锅应该是他的。李克强去河南做的是善后铲屎的工作，总体上他还是比较妥善地处置了河南艾滋病问题。同时，咱们不能忘了是李克强提出的中原崛起的概念，在他的推动下，郑州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引进了很多的外资，尤其是能够解决大量人口就业的制造业，这也是为什么郑州人民特别怀念他。从80年代到2007年，这20多年来，李克强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官，但是能一帆风顺，这意味着他背后有大佬力挺。李克强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团派老大胡锦涛。李克强作为团派的干将，在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期间，是把他作为接班人太子来培养的。但最终呢，在中共17大上，胡锦涛没能把李克强推上未来一把手的位置。这个原因和过程大家也都知道的，江派和太子党不同意也不放心李克强这样一个外人来管家。虽然我比较欣赏江泽民，小感想频道第1期处女座就献给了老江，但是我觉得江泽民没有选择李克强接班，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8大之后呢，李克强就成了总理，他是49年以来学历最高的总理，也是49年以来中国最憋屈、权力最小的总理。虽然说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学习了大量的先进技术，有了高楼大厦、航母、高铁、5G、太空站，但是其政治体制的本质依然延续着秦始皇的封建帝制，内核没有任何改变，翻来覆去依然是中央集权和皇权崇拜。在这种君臣体制下，没有什么权力分配和制衡，也不讲专业分工，王法高于法律。只要你不是一把手皇帝，甭管是县太爷还是丞相，大家都是臣子，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服从。所以咱们看李克强当总理的这10年，无论是金融创新还是地摊经济，几乎没有一件事儿做成了，最终都不了了之。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的权力完全被压制，被各种中央小组所架空，他没有权力去推动和实施他的理论和想法。特别是当你位居人臣的时候，如果才华和能力过于出众，反而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大家还记得李克强经济学吗？现在估计都成禁书了。改革开放以来，拥有最大权力的总理应该是温家宝，因为他的上面胡锦涛相对弱势，而温家宝自己又有超高的权斗能力，他插手了除军队系统之外的所有事儿，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干掉了陈良宇、薄熙来2位政治局委员，并且扶持起了孙政才作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大家想听温相八卦的留个言，咱们下次再说。但即便是面对弱势的总书记胡锦涛，温家宝依然自认为臣，但同为臣子的李克强面对的是谁呢？是何等武力值的大 boss 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李中堂的难度是比温相要大很多的。2018年，中国修了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强居然敢不把自己定于人臣，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一位在国务院系统工作的亲友说过，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上，其他常委都写的是请转总书记阅，只有李克强始终坚持写请转晋平同志阅。仅凭这一点，我觉得李克强真的超牛逼，超级有种。中国2000年历史上，这种对上能够坚持风骨的官员，我觉得不超过10个吧。当然，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特别是李克强在歌舞升平、繁荣富强、万事景仰的赞歌声中，仍然敢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瞎说大实话。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李克强的可贵之处就是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着对下体恤民情的那种最朴素的能力和情感。至少他干过的事儿或者想干的事儿，都是从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角度出发。大家还记不记得李克强在担任总理期间，是不是力推简政放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中国开公司的经验，大家知道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司有多难吗？但是从李克强之后，普通老百姓创办企业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层层行政关卡所刁难，现在在中国注册一家企业相对的比较容易。可惜在李克强的总理生涯中，他应该就只做成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是平民出身，无依无靠，大佬又最后裸退，一介书生不善权斗，这样的丞相一事无成太正常了，他就没法搞事儿啊。尽管如此，李克强依然在他还可以说话的时候坚持说真话，敢于说真话。能说真话的人在中国的官场有多罕见？很多人都说李克强很窝囊，他就是很憋屈啊。
但是我觉得他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 guts， 好不好？大部分中国人吧，包括我在内啊，就有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在权力面前懦弱无比、摧眉折腰。别的不说，疫情这3年，多少老少爷们儿被几个居委会红袖箍、几个异装癖拿捏得死死的，吃喝拉撒自己都说了不算。当权力对个人自由空间蚕食的时候，有多少人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2022年动态清零政策的时候，李克强在外地考察时，他就敢坚持不戴口罩。很多咱们怂逼不敢做的事儿，李克强其实都做了，而且也说了很多。只不过这个权力太强大了，轻而易举就能让咱听不见、看不见咱们应该听见和看见的东西。更何况咱上上下下少说懦弱的怂货得有10几亿吧，而李克强手里又没有兵权，一介书生注定孤掌难鸣。这种在权力面前天然的懦弱和惧怕，让中国人其实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都没能形成正向的力量，保证这个民族在做重要的历史选择题的时候蒙对答案。所有人都希望别人流血牺牲，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于明君贤相，但最后所有人都陷入了等待之中。所以中国的历史没有进步，只有循环播放。回头来看，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2000多年历史中不正常的40年。在这40年里，普通人居然可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当的财富，居然可以活得稍微有点尊严，居然还有点自由选择的权利。李克强其实就是无数普通人的代表，他就代表了这40年的奇迹，所以他的离去也标志着这一美好的结束，40年倒计时的 ending。 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中国再次回到了正常的历史轨道上，回到了千百年来的常态。咱们继续秉承着被王侯将相按在地上摩擦的悠久历史传统。所以我怀念李克强，我并不怀念什么秦皇汉武。始皇帝。如果秦皇汉武都可以被歌颂成历史完人，那意味着21世纪的我们小命儿依然卑贱如埋在长城和匈奴草原的那些草芥。不过唯一不同的是呢，21世纪的历史不再由帝王一个人书写，因为互联网是一个不怕被阉割的史观，该铭记的和不该被提起的会一直循环播放。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好啦，今天就是我的一点小感想，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分享，你的点赞留言分享会让我特别来劲。